最常见的10种山草药，你认识几种？一、农吉利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农吉利，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草药。它是豆科猪屎豆属的植物，有的地方叫它紫花野百合，但是它跟真正的百合没有关系，它们都是不同科属的，并且这个它是有毒的。民间有的地方叫它羊屎蛋，它的果成熟以后有一点像一粒羊屎，再剥开里面有很多小小的种子。它的叶子是这样，它是开紫色的花朵。2、蕨床。大家看，这个叫蕨床，现在它开花了，它的花是这样的紫红色。它之所以叫蕨床，就是它这个花朵的形状像古代的酒器蕨，而床的话，因为这个草它主那个腰背痛，不能着床这样的意思。它确实也是长得有点像香茹，区别就是香茹的叶子搓起来是很香的，而这个草它没什么香味，甚至还有一点好像微臭一样的。这个草它是一节一节的，性寒，有的也叫它节节寒。在古老的本草书《神农本草经》里就有记载，但是到宋代以后就从官药沦为民间的一种草药了。有时候一个植物在岁月的长河中啊，它也像人的命运一样的，有时候它会比较受重视，有时候又没有那么重视了。3、老鹳草。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植物叫做老鹳草，为什么叫老鹳草呢？果实成熟时会有长长的硕果，像老鹳的长嘴。它最早记录在《滇南本草》，叫五叶草，因为它的叶子裂成5片。据说它的价值最早是由药王孙思邈发现的。当年孙思邈在四川峨眉山时，有一位渔民来求医，因为渔民一年四季和阴湿的水打交道啊，所以他四肢很不灵便。孙思邈为他开了一些药，吃了以后有好转，但是一停药又复发。孙思邈冥思苦想，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。有一天他上山采药时，发现老鹳在啄食一种草，他就想啊，老鹳长年累月在江河湖泊沼泽之地，也是和渔民相似的环境，他们似乎腿脚也没有什么不灵便的地方，是不是平时他们注意找草药吃呢？于是采了一些草，经过自己的一些临床啊，发现确实有独到之处。后来他就给这个草取名叫老鹳草。4、鸡屎藤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鸡屎藤，它是茜草科鸡屎藤属的植物。为什么叫鸡屎藤呢？就是它闻起来有点鸡屎的味道。现在这个季节它正开着这个花，它开的花还挺漂亮的。它也是一种优良的蜜源植物，在民间它是一种常用的山草药。许多家庭到了夏天会采它用来煮汤啊，因为它的一些好处，民间甚至把它叫土参。另外它的叶子也可以食用，可以做菜，也可以煮茶。如果是煮茶的话，我们就摘这个叶子放在开水里煮，煮完以后可以加一点白砂糖调味。5、大叶半边莲。发现一株半边莲，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，这也是半边莲的一种。瑶族这边的民间医生叫它大叶半边莲，它的叶子有点像营养货的叶子了，它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，像这里啊，上面滴着水啊，所以它长得特别好，特别旺盛。像它的茎啊，关节处有点肿大，红红的了。这个草药有一个独到的地方，就是当你有一些石头排不出，需要融化，就可以加它。其实它的学名叫无翅秋海棠。6、绞股蓝。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植物叫绞股蓝，它有5叶和7叶2种，它是一种名贵的药材。民间有北有长白参，南有绞股蓝之说。它是葫芦科绞股蓝属植物，别名也叫5叶参或者7叶胆，被誉为南方人参。有一种植物长得和它很相似，叫做乌脸梅。我们怎么区分它们呢？2个小技巧。第一，看它们茎的颜色，乌脸梅是带有一点红色的，而绞股蓝它都是绿色。另外看它们的转须，
雾脸梅的转世和叶子长的方向是相反的，而绞股蓝的转世和叶子是相同方向。7. 凉伞盖珍珠。朋友们，这个植物有一个诗意的名字，叫凉伞盖珍珠。为什么叫凉伞盖珍珠呢？就是它这个叶子啊，像凉伞，然后底下有那个红红的果子，像珍珠一样。有的地方叫它不出林，因为它通常长在树林下面，无论它多老，永远长这么大。它长得有点像茶叶啊，但是很矮。这个学名是紫金牛，它是紫金牛科紫金牛属的植物。紫金牛人们熟悉的植物，比如说朱砂根。很多朋友说朱砂根和这个紫金牛有什么区别呢？第一，不出林是很矮的，朱砂根是长得比较高的。第二，生长环境也不太一样，像朱砂根它可以长在空地上灌木丛中，而这个不出林它是长在林子里面的。当然它们的效用啊各方面也有一些差别。这个民间通常也会用它来当做蛇药用呢。8. 皂荚树。大家看我身后这一棵植物叫皂荚树，它是豆科皂荚属的植物。它有4个神奇的地方。第一，它成熟的皂荚可以煎汁代肥皂用，用于洗头或者洗衣服。具体用法是把皂荚切碎或者打碎，用于泡水或者煎水。第二，树上长了很多枝刺，是一味很好的药材，名叫皂角刺。一般9月到第2年3月采收比较好。采收之后晒干备用，用的时候切片或者把它的刺打溶，以免刺伤手。第三，它的果实叫皂角米，俗称雪莲子，是一种高能量、低蛋白、低脂肪的食物，可以用于煮粥或者煲汤。第四，皂角树也是一种优良的蜜源植物，纯的野皂角蜜浅白色，略带青色，清澄透明，不易结晶，属上等蜂蜜。9. 蝉蜕。朋友们，我们发现一只蝉蜕。什么叫蝉蜕呢？就是蝉的幼虫变为成虫的过程中啊，它脱下的这个壳，它外表与蝉相似，但内部中空。蝉蜕也叫蝉衣。小时候啊，这个是可以卖钱的，我记得好像差不多1斤2块钱吧。那个年代小人书好像才2毛钱一本呢，所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。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捡过这个卖钱呢10. 扇叶铁线蕨。朋友们，我手中这个植物叫扇叶铁线蕨。为什么叫扇叶铁线蕨呢？因为它的叶子啊像一把一把的小小的扇子，然后它的这个茎像乌黑的铁丝了，所以叫扇叶铁线蕨。它是铁线蕨科铁线蕨属的植物。许多朋友会把它当作盆栽养在家里，因为它的株型长得不是很高大，并且它的叶啊、它的茎啊具有一种观赏价值。像现在这个季节，它叶子背面长满了这个孢子，这就是它用来繁殖的。